2天开始了，纽约真的是一座神奇又包容的城市。一进地铁站就被西班牙语风格的这个音乐吸引了，好奇谁会在早上9点钟在这里唱歌呀？我就顺着声音的方向看过去，竟然有一个男的抱着一个人形的玩偶在跳舞。此时此刻真的从心底感受到了纽约这座城市的魔幻和包容，让人新奇的同时呢，又觉得非常的荒诞地铁的这种灯光和形形色色的人，仿佛构成了一个现实版的哥谭市。今天的第一站是自由女神像，2线车厢是橘色、黄色搭配不锈钢，在这里我觉得非常的出片，拍照很有那种美式的感觉。在纽约的地铁里，经常会遇到穿着黑漆漆、大喊大叫的奇怪的人，就连本地人他们坐地铁的时候都会比较提防这些人，所以我们作为游客的话，也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大概是20分钟可以到达 The Battery 公园。出去之后看到 Staten Island Ferry 这个大厅不是，这里是做免费大轮渡的地方，可以远看自由女神像，但是呢它不能登岛。一路上你会遇到非常多穿着工作服的人来问你有没有买票，他们会说现在没有船，要等几个小时这样子。据说这些人是会骗钱的，所以我的建议是完全不理会陌生人，直接去公园里面排队登船就可以了。登船的人很多，我们大概排了40分钟。建议大家上船之后直接到右手边的位置，这里是可以无遮挡的看到自由女神像的。自由女神像是1886年法国送给美国的，为了纪念两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之中的合作。它最初呢是铜的一种金属色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铜在空气中氧化，形成了铜绿，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蓝绿色。是曼哈顿。上岛之后呢，可以参观博物馆，进一步了解自由女神像的历史和意义，还可以登上基座，甚至爬到皇冠上面。登顶皇冠至少是需要提前1个月以上的时间去预约。皇冠里面空间比较小，体验感是一般的，但是我觉得登顶皇冠的意义远大于它这个行为的本身吧。如果下一次有机会来纽约，我想我还是会尝试一次。 I choose this one。坐船返程的时候，可以坐在船舱内，透过玻璃形成的这种取景框看自由女神像，随着摇晃的海水，有一种电影效果。今天的第2站，我们要去切尔西市场吃龙虾。今天的天依然很蓝 ，so nice。他们在横穿马路，纽约风格。这个街区就很像小时候看到的那种美式的电影、电视剧里的街区，给大家看一下。Townhouse 在许多电影跟电视剧中都经常会出现，比如《欲望都市》、《老友记》和《破产姐妹》，这仿佛已经成为了纽约城市生活的一种代表。他们家门口种了好多花呀，好漂亮啊，仿佛就回到了小时候看的电视剧里面。很喜欢纽约街头的感觉，马路上随性的拍照，让人想起披头士的专辑封面，自在、快乐、摩登的感觉。切尔西市场原来是国家饼干公司的一个工厂，奥利奥饼干呢在1912年首次在这里生产出来。那1997年这个旧工厂被改造成了一个现代化的食品市场和购物中心，它保留了曾经的工业复古风格。我们这一次要去的地方叫做 Lobster Place， 它算是切尔西市场最有名的餐厅了。比较有特色的是现场蒸煮的龙虾跟海鲜拼盘，还有龙虾汤。它上菜的速度呢还算是比较快的，但是午餐的时间位子蛮难等的。This steam smells good. Wow, smells good. Can I take a picture? Sure. This is a medium size. Lobster Place 直接从供应商采购新鲜海鲜，现场处理和烹制。现在在那个 Chelsea Market 里面吃龙虾，这个是真的薯条 ，smells good， 还可以。哇哦，这个大。蒸的龙虾有1.25磅、1.5磅和2磅3种可以选择，焗的龙虾有1.5磅和2磅2种选择。我感觉蒸的龙虾口感会更好，直接将整只龙虾蒸熟，保持了龙虾的原汁原味，配上黄油和柠檬，肉质鲜嫩，非常适合喜欢纯正海鲜味道的人。我们点了2份龙虾，路过了3对外国人都要过来拍照，边拍边说 fantastic。还有一个，新的2个，一个是焗的龙虾，一个是蒸的龙虾，然后都是中号尺寸，还有一个可乐、一个汤和一个薯条，总共的价格算下来大概是1400块钱不到。
局的龙虾，包括整只龙虾和像蛤蜊呀、虾呀这样的一些其他海鲜的一个组合，吃到最后会有一点点的腻，口味会稍微重一点。总体来说，2只1.5磅的龙虾加龙虾汤、薯条和一些小的海鲜，含 tips 的价格一共是1400人民币这样子，还是相当划算的。关键是它很新鲜，绝对不是那种放了很多天冷冻运输的口感。这里最受欢迎的菜品还有龙虾卷，那新鲜的龙虾肉搭配简单的调料和松软的面包。这次呢我没有机会吃，如果下一次还有机会来的话，我还是会尝一下的。I usually ask me 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喜欢。OK。从哪里来？吃完龙虾，步行就可以走到的highlight高县公园。We will go to Vessel. Right here. 高县公园是纽约的一个很独特的公园。这个是高县公园 highlight。这个是 railway。它建在废弃的高架铁路上，位于曼哈顿的西区，长度大约是2.33公里。Maybe they have view. Let's have a look. Must be some view. 高县公园里面设有了多个景观平台，可以俯瞰曼哈顿的城市街道和哈德逊河。公园里面有一些休闲座椅，供游客休息和野餐。The building around here Quite expensive, right? was very cheap. Just near the Railway. Thank you, darling. Wow. 高县公园种植了多种本地植物，包括草本植物、灌木、花卉和树木。透过这些植物呢，能看到不远处的帝国大厦，还有现在很火的 Edge 的观景平台。高县公园我觉得是纽约一个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一个城市公园，在高楼林立之间有这样一片城市森林，算是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公共空间给居民和游客散步，感觉还是蛮不错的，至少我在世界其他的地方没有见到类似的这种设计。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有一片城市森林，大概就是说这个感觉。走完高县公园呢，我们就到了 Vessel。纽约的建筑真的是脑洞大开，包括了旁边这个外立面向迪奥包包的这个建筑。哇Vessel 的设计呢，独特且非常前卫，充满未来感。Vessel 的外形类似于一个倒置的蜂巢或者是花瓶，同色的外观和这种反光的材质在不同的光线下，它是有一种多变的视觉效果。Vessel means ship. 之前游客是可以爬楼梯到达不同的高度的，但是2021年7月之后发生了很多起的自杀事件，所以这里就关闭了。那在 Vessel 的旁边呢，就是 Edge 观景平台的一个入口。我自己是提前买了票，但是忘记了，所以没有上去。就给大家看一下网上的图。This last station? I don't know. 逛完了 Vessel， 我们乘坐地铁前往洛克菲勒中心看日落了。It's a yellow car. 43th Street. We're now walking to 48th Street. 这是纽约的第6大道，阳光打在玻璃外立面，真的好漂亮啊！ Oh, they are so brave. Can we? Everybody go. Autocam. 走一会儿就可以到达位于第6大道和第5大道之间的洛克菲勒中心。这个地方真的太有名了吧！每年的冬天，洛克菲勒中心会举办盛大的圣诞树亮灯仪式。那我们这一次要去的是 G1 大厦，洛克菲勒中心的一个核心建筑。大厦的顶端呢设有观景台，观景台的入口位于洛克菲勒中心西50街6号，就大家不要走错哈。建议大家提前在官网购买门票，不需要排队，但是日落时间的票会比其他的时段贵$15。Top of the Rock 提供了360度的纽约市景观，也是今晚此行的目的地。洛克菲勒中心的建设始于大萧条时期，由约翰 D. 洛克菲勒2世私人出资，成为了经济复苏的一个象征。它在1987年被指定为国家历史地标。Welcome to Top of the Rock. 3 levels of inspiring views and exciting experiences await you.
Top of the Rock 观景台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纽约市景观，特别是日落时分和夜晚的灯光景色，俯瞰纽约市的著名地标，包括帝国大厦、中央公园、自由女神像。其中这里看到的帝国大厦应该算是最正最近的一个角度了吧。Top of the Rock 还有一个我非常推荐大家体验的项目 The Beam。The Beam 是指著名的照片摩登大楼上的午餐。这张照片是在1932年拍摄的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照片，展示了11位建筑工人坐在一根钢梁上吃午餐的场景。脚下是纽约市的高空景观，他们没有系安全装备，显得十分轻松自在。背景是纽约市的天际线，钢梁大约在第69层楼的高度，约260米的高空。The Beam 这个项目还原了当时的场景给游客体验，价格是$25。照片拍摄于大萧条时期，当时经济困难，但是纽约市仍然进行着大量的建筑工程，以刺激经济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。这张照片成为了美国工人的精神和勇气的一种象征。照片刊登在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周日增刊上，迅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，成为了建筑工人的代表性的形象。摩天大楼上的午餐作为一张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照片，多次被复制、模仿和致敬，成为了美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重要形象。虽然游玩的时间非常的短，但是看到自己坐在钢梁上和纽约天际线融为一体，感觉还是非常棒、非常值得的。不知道你们觉得这$25值得吗？在 Top of the Rock 观景台观赏日落和纽约曼哈顿的华灯初上，可以体验到城市从白天到夜晚的过渡，这是纽约最迷人的景象之一。日落时，太阳逐渐向地平线沉降，城市被金黄色的光芒笼罩，光线透过高楼大厦之间的缝隙，投射出长长的阴影，整个城市仿佛沐浴在金色的海洋之中。日落时间根据季节的变化，一般是在下午6点到8点之间。此时可以清晰地看到帝国大厦、克莱斯勒大厦、自由女神像等地标建筑。夜晚亮灯的最佳观赏时间一般在日落之后的1个小时左右。随着夜幕降临，曼哈顿的天际线逐渐被无数的灯光点亮。建筑物的霓虹灯、街道的路灯、车辆的尾灯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片灯火恢宏的景象。帝国大厦在晚上呢，它也会亮出不同的灯光，常常根据节日或特殊的活动更换颜色，成为了纽约夜晚的焦点。Tonight